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女生，一种特别擅长在感情里跟别人划清界限，另外一种总是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这段感情里的特殊优待。很多人都想做第二种女生，但大多数人都成为了第一种。大学的时候，我谈了一场恋爱，那是我的初恋。我属于在感情中比较迟钝的那类人，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能谈好一场恋爱。按照我的想法，谈恋爱讲究势均力敌，不仅喜欢的程度要相对均衡，连礼物的价格也要相对平等。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情人节，对方给我买了一对情侣手表。收到情人节礼物自然很开心，可是下一秒我就开始意识到，我要衡量这块表的价值。我看着淘宝上价格的显示，我盘算着得坚持多久才能还回这份礼物。但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谈恋爱的压力，似乎只有当两个人的钱一样多的时候，我才能觉得心理平衡，我才不会觉得低人一等，才不会觉得万一分手，于是会对他有亏欠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分外懂事，我能够解决的问题绝对不会开口麻烦他。比如一块旅行的时候，他买了车票，我一定会抢先订好酒店。我邀请他一块儿去看樱花的时候被拒绝，也能表示理解。感冒低烧的时候，只要我意识清醒，我一定会选择自己打车去医院挂号看病。我不是不喜欢他，我只是觉得他没有义务一定要陪我看樱花，没有义务一定要陪我去医院，没有义务要无条件的对我好。于是很多时候，第一种女生的恋爱现状是好像恋爱了，又好像没有。我有一个朋友不理解我的做法，他说我的懂事多余。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能扛10几斤的大米，但跟男朋友在一起永远扭不开瓶盖。但凡发出的邀请遭到对方的拒绝，他就会通过撒娇的方式征求对方的同意。收到男友攒钱送的鞋子，他会开心地奖励对方一个吻，而不纠结于我要还给他什么。她是典型的第二种女生。我羡慕她可以直截了当地开口让对方陪她去医院，我羡慕她可以用享受来回报男友的旅行规划，我羡慕她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对方的爱意。于是我也曾经尝试过尽最大的可能忘记感情里所谓的势均力敌，但我没有成功。当我精心打扮跟他一块儿到了一家网红日料店，我看到价格的那一刻就泄了气，势均力敌的想法再次回来，我满脑子都是下一次我要请他吃什么才能还回去。好像这两种女生很难变成彼此。他在分手之前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：虽然我是你的男朋友，但我并没有被你需要过。当时我用我们不合适来安慰自己，现在回头看，这其中有很多问题。人们总是把懂事儿当作美德来赞美，但其实在感情当中，不懂事儿反而更容易传达出爱意与感到被爱。我的过分懂事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两个人增进感情的可能性，仿佛在我们之间竖起了一道高墙，上面写着请勿靠近。明白对方没有义务对我好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我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。所谓情侣，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彼此例外的人，希望对方能够开口麻烦自己，希望对方能够不分彼此，希望对方不拒绝在自己面前变成孩子。
我想成为那种既有能力为自己扛下所有风霜，也不肆意拒绝依赖对方的女生。希望下一次我们都能做到。